许多老店都会烦恼下一代不愿意接班，但是这家店刚好相反，孙子想接，阿嬷还不愿意呢。阿嬷卖萝卜丝饼卖了40几年，生意相当好，是附近上班族的下午茶点心首选。但是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做饼是越来越吃力。这个时候，孙子表达想要接班的意愿。阿嬷的心里却想，年轻人可能是吃不了苦的，更没有耐心，因为看上去很简单的萝卜丝饼，细节其实很多，光是面皮的制作就很复杂了，所以一开始是一再的拖延敷衍。孙子没有放弃，炉了整整1年，阿嬷才点头答应要教他怎么做饼。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，最后是通过阿嬷的考验，才终于独当一面站在煎台前。坚持成了这块萝卜丝饼最珍贵的馅料了。平均大概7到8分钟了。然后我们就是看它烹的状况，还有面皮的颜色，去判断说，里面熟了没。馅料塞得满满满，圆鼓鼓的萝卜丝饼漂浮在油锅中，半煎半炸，渐渐变成金黄色，还得随时翻来覆去。因为它面皮烹起来，它里面热对流，它才会熟，面皮才会熟。这有点像那个烤马吉，你们知道吗？也是一样，要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它烹起来里面才会，吃起来才会就是 Q 啊。因为阿嬷在做这个之前，我们都还没有出生，打从一出生就吃到大了，所以这个味道是，相信应该没有人比我跟姐姐还要更熟悉这个味道。阿嬷卖了40年的萝卜丝饼，退休了，摊子收了，一度让吃不到的客人堆心瓜。我从小吃到大的，对，因为以前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我以前就买过，对，就因为我家就住旁边，所以每天都会去买。它有一段时间不是吗？对，没有，对，中间有一段消失，就有点觉得失望，对，但又回来了，觉得很开心。姐弟俩一个煎饼，一个绑着包馅，顾客的心声也是他们的心声。把店开回来，想要延续阿嬷的好味道。平均一天要处理60斤萝卜，冬天多达90斤。但即便是寒冷的清晨，要从被窝里钻出来，早起采买备料，对沈从生来说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习惯啦，洗个洗，因为我以前是当兵的，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起来是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，不会太痛苦。还好。帮忙卖饼是沈从生童年生活的一部分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接手这份工作。身上会有那种味道，就帮阿嬷做在路边摊的时候，因为煎饼啊，你做这种东西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油炸味。小时候就会觉得，国中的时候觉得哇，好臭哦这样子，然后很不喜欢啊。就是有点融合客家人的元素进去，像小虾米，然后香葱酥跟肉燥，有一点像客家人的那种菜包的感觉，那种超阿贵的感觉。阿嬷的萝卜丝饼口味与众不同，还曾吸引美食部落客报道。就在沈从生毕业后当职业军人，当到一半，阿嬷突然说做不动了，要退休，也不打算传给下一代。但歇业后那5年，阿嬷的手机还是时常响起，都是打来要跟她买饼的客人。其实阿嬷收的这5年，一直因为阿嬷手机没有换，阿嬷的手机就是店里的手机，其实大概平均每个礼拜都至少会有2、3通打来问说，请问开了吗？请问你们还有要做吗？或者是今天有没有开这样子？他也觉得摊子收掉很可惜，不如由他来接。但炉了1整年，阿嬷才点头答应教他。看见孙子的决心，老人家终究心软，开始一连串的魔鬼训练。但光是面团，沈从生就一直搞不定。阿嬷的饼皮其实比较有劲道一点，对它很多人说有点像是双胞胎或者是那种鸡肉营养三明治，它有一定的嚼感，但是它吃起来是蓬松的。因为机器毕竟它还是机器，它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人在翻的那个动作，它就是只有搅而已。
那我还是要去叠它，就是去翻它，让它表面是光滑这样子。学了1年，通过阿嬷考试才正式开店。但一开始阿嬷天天来，一双眼睛随时盯着他。半年多天天来，今天早上我怕他弄不好啊。不能让客人知道不 OK 的。对了，我不要砸那招牌，是哦，不然砸了我40年的招牌。即便我们做到我们自己觉得做到味道是万无一失，客人还是会说你的味道跟阿嬷是不一样。这个一定会有啦，一定会有。比起客人说我们的东西好吃，我更喜欢客人听到老客人、阿嬷的客人来跟我说，不错哦，味道跟阿嬷的一样，这才是我这一整年下来听到最开心的话。毕竟他的初衷就是为了留住阿嬷的味道。每次客人讲那句味道跟阿嬷的一样，仿佛听到全世界最动人的声音，给了他满满能量，继续往前进。